虎场大拷问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冉。《上海传》算不算是演到了你渴望已久那种可爱又迷人的伪反派？亦正亦邪吧，我觉得不能算是纯的反派。那是渴望已久的吗？复杂的。复杂的，对，复杂的，我觉得算是吧。他们说上海就是两眼一睁就是血，两眼一闭就是复仇。没，那还得吃饭呢，对吧？从智奴到首府藏海嘛，他们说你成长的时候，你那个复仇进度条是通过你的造型来拉近的吗？没有啊，我造型我就在求学的时候有刘海，然后后面就是全是收上去的了。因为其实，在定妆的时候，我们有讨论过说要不要有一个放下来的一个发型，但是我觉得藏海没心思给自己打理这些东西，他的府上然后也不会有这些贴身的织女啊，或者是小厮啊来帮他去整理这些东西，所以他对自己的外表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去捯饬自己的。我就跟导演说，我说那咱就把头发全梳上去吧，别放下来哦，因为我觉得藏海没有功夫去管这些东西。那个校服的战色，大家都说非常好看。校服就是白色披麻戴孝的校啊，校服。说我还上学还有校服。大家都很期待你复仇成功那场戏嘛，感觉他复完仇之后不是那种就是非常痛快啊或者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心理？对，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比较喜欢这个剧本跟这个人物的地方，它不是简单的一味的复仇，更多的是在探讨一个复完仇之后人物心里的一个变化。这也是我想跟观众们或者是支持我的朋友们粉丝们然后去说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人他好像就一心只能干一件事情，比如说他的设定是要复仇，那我除了复仇什么事儿都不能干。但其实人性是复杂的，人可以很多事情同时并行，但是永远不要忘了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好。那他是前20几年都在想复仇这个事情吗？那他复仇成功了之后，他要想什么呢？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复仇之后，那就要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了，比如说有意义的事情。那他就是堪舆营造啊，也可以造房子嘛。那造东西可以造很多东西了。剧中有很重要的那种雪景戏嘛，2场，想知道哪一场是在横店的真雪下面拍的？雪景好像都是。那天晚上其实我们拍了好多场戏呢。可不能浪费了这雪。那当时下雪的时候，你的心情有没有很激动？很激动啊，所以我们那天本来是停工1天，因为下雪没有办法拍嘛。我就跟导演发信息，我说我说这么重要的天赐的美景都不拍，那太暴殄天物了。所以就赶紧就晚上拉出来，赶紧先拍几条，对，拍几场。是你提议要去抢这个雪景的哈？我觉得导演人肯定也有这个想法，那只是我们都想到一起了。你好爱上班啊，学习一下你的精神。好朋友看了片说觉得你的眼神戏很好嘛，你给我剧透一下吧，说一下你的眼神戏哪几场你比较满意的？其实我给上海设计的是，因为品金侯真的太厉害了，有时候眼睛真的会出卖自己，所以那我就索性我跟你减少对视，我不要自己去暴露自己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缺点。到后期在逐渐取得品金侯的信任之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后期很多时候是跟他直接对视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在你心里的地位已经非常的重，你已经非常的信任我。那你海报上面那个造型，那个眼神，大家就说特别的腹黑。海报那个其实是当时在拍找鬼洗的时候，那是剧里的抓拍，那是抓拍。所以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剧照，其实我比较喜欢剧照胜过于海报啊，因为我觉得剧照所有的人物的状态都是对的，都在这个剧情里面，在人物里面。那有没有剧中有没有那种就是比较腹黑、比较狠厉的那种眼神？有啊。那有没有比较深情的？深情的有啊。纯良的呢？有，都有是吧？你想要的都有。哇，大家想要的都有，一定要看。那你那个眼神就让我们想到了你之前拍的那个短片。但是那个其实有点表演的性质了。我说那个歌里边那个，当时在想啥呢？怎么能做出那么到位的表情？因为那个是一个状态嘛，那个是一个杂志的这样的一个对。当然，我觉得藏海这个就不是，我觉得藏海这个是有故事在里面的。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他的眼神是带着一种恨。那郑导有没有夸你哪场眼神戏特别好？郑导是有一场戏，我记得是在跟杨真周旋，就是去了杨真的一个生日宴，然后我在现场调整了一下状态，按照郑导的教导，迅速的调整了一下状态，他认为这样的状态是对的。然后他夸你那场戏演特别好，也没有说特别好啦，就是特别好，我知道你太谦虚了。
你因为在剧里点亮了藏海的那个堪舆啊、关心啊，然后还是土木系高材生嘛，有没有把这些技能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现实有高科技，那就用高科技嘛。哎呀，那你看一下这个布局嘛，堪舆嘛，咱们看看怎样的布局招财呀？你给我这个布局肯定好呀，这春雨的公司能不好吗？出暴剧的公司号，学习一下。那我有没有什么发财小秘诀？比如说我家的桌子往哪放啊，绿植往哪放啊？好了，我是真的很好奇。反正我自己的话，我就是那屏保，反正没换过啊。你要是信的话，你也用用。我用，我回去就换上。那前段时间在好好享受生活嘛，能不能用口述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其实就是好好生活，然后好好锻炼，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前段时间北京春天花开的时候，我有去公园，然后跑步，然后我也有用手机记录下春天的美景，大自然的给予。那种公园20分钟定律是吧？啊，对，我有看到过这个，因为我觉得人就是从大自然里面来，所以我们得回到大自然。那也是穿着关周去看我们演唱会了吗？想知道你的演唱会那个关周是为了沉浸感更强吗？哎，说实话是他们为了把我藏起来，结果完全没藏住。啊，藏住了呀，那不是后面不是那个姐姐然后自己说的，然后大家才发现的。那你的演唱会3件套是什么？藏住自己的3件套。帽子、口罩，然后就是应援服咯。如果可以的话，想知道你是想要24小时就忘记烦恼的能力，还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入睡的能力？随时随地都能入睡吧。你有入睡困难吗？一直都有啊。但是你拍戏的话不是很累吗？就是会有一点累，但是如果特别累，反而可能会睡得好一点。第一反应，根据我给出的关键信息，然后你提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第一感受是什么？第一个是提到拍摄藏海专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好，好多词儿啊。好多词儿往外冒。嘿，哎，怎么冷场了呢？抓一个呀，你抓一个。我以为你在想好多词好。啊，你问我什么词儿是吧？对好多词儿。侯爷，小人还不想死。啊，是这个。我们都以为你是那种很酷，然后就是天天在那打打杀杀，结果你打打杀杀不要，我是文管。但你用那个弩啊。啊，那个小儿科防身用的。那提到妆如影，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安心的去吧。是我想那个去吗？是。那提到妆二是第2个智奴，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演到中期的时候，反复的在跟导演去探讨，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藏海内心的这个挣扎。因为妆二其实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可以说是一手打造起来的吧。所以他其实自己也会于心不忍。但是你对他俩的态度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你一提到那个平津侯，就是咬着后槽牙说我要杀了平津侯，是吗？那没办法呀，那是杀父仇人啊。我是想说你就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吗？感觉你的台词非常好。肯定是，因为我们都是同期生，当下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提到藏海的服从性测试，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其实我不太理解。就是他们说藏海对其他人都是那种在发起服从性测试，因为他们不是都相信你吗？他们都觉得你不会是那样的人，就算有人跟他们告密说你是那样的人，他们也不会相信。那大家就凭实力吃饭喽。那提到肖战痛陈，你的第一反应是拍照？啊，我应该也会拍照吧？就是全都是你哈，被包围了。啊，对，应该。想象啊，你还无实物表演一下。对。全都是超大幅的那种。哎，那我还是赶紧走吧。突然意识到不对了哈。对。那提到这种类型，肖战你大概没演过，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悬疑探案，确实我以为还没有演过。你会说没演过，那就试试。然后你具体到了一种类型。那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嘛。太实在了，期待哈。